现在啊，给亲戚借钱太难了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哦，赶紧帮我看看这两块银元能不能卖2万。价值2万的银元可不多啊！哇塞，你这个还是24年的北洋记忆局，这一次可不用给别人借钱了。我这是前几年买了套房子，银行还欠30万贷款。哦，我现在手里只有28万，就差2万了，愣是没借来。你这个24年的记忆局状态确实是不错，入的是 NGC 的盒子，全世界范围内啊和 PCGS 啊这个影响力相当的评级公司。虽然没给分，但是也挂着这个 AU 的状态。壁面包浆你看是真漂亮，带点彩，而且啊还都是全身打。既然借不来钱，那就直接把它变现还贷款不就行了吗？我这个银元，家里祖传的啊，我状态超级好，我是真不舍得卖。那是。我这些朋友我也算看到他们了啊，平时他们喊我出去吃饭，都是没有缺席过一次。哦，每次付款我都冲在最前面。那是。这次找他们借2万块钱，我每人还给他领一箱牛奶，就这钱没借到，牛奶倒贴几箱，真没想到他们都这么抠。只能说你这些朋友啊，都是酒肉朋友。酒肉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还可以，一旦涉及到利益关系啊，他们第一时间都会离你而去。以后像平时那些无用的社交啊，就少参与就行了。一般像这么好状态的银元啊，急用钱的时候正好可以派上用场。我还是不舍得买这块一个东西。这是我去年托人去入的那个 NGC 的盒子。对。俺朋友跟我说，炸盒再重新入盒，说不定分就能给高点，多卖几十万。多卖几十万确实，有点夸张了，10几万也有点夸张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是什么样的银元，有分和没分啊，价格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就像你这个24年的记忆局而言，首先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，但是多卖10几万啊是不现实的。你看评级给的是 AU 的状态，AU 58是 AU 状态里边最高分了。因为评级公司它的评分啊也是分几率的，有可能给你50分，也有可能给你53分。首先你不知道要送评多少次才能给你合适的分值。咱先来核算一下成本，评级费用加上来回的快递费，一次按1000来算的话，你送评10来次，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有分。但是一次来回2个月的时间给消耗掉了，到最后再不给你分，最多也只能按目前这个状态来卖，这个你得知晓。是的，我都害怕浪费时间，就怕再花冤枉钱。对。我也不想每个月还好几千块钱的房贷，所以今天拿出来打探一下价格。关于房贷，我了解的也不是太多。如果手里边啊有余钱的话，还是尽量把钱还上，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。说实话，你这个24年的记忆局啊，币种是不错。你看它这个壁面啊是属于全身打，这个是非常难得，而且壁面这个流通痕迹极少，你即使加上个放大镜也看不到有划伤。最主要的这个龙样主要是看它龙鳞，你这个是全龙鳞。24年记忆局啊是北洋系列老龙里边最后一个版，大部分龙鳞都存在模糊，而你这个整体壁面看不到任何毛病。耳盒给你的属于严平，最起码壁面你看带彩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，可以给到你4万左右。4万？对。你别说了，这价格确实美丽。我怕就怕祖传的东西卖了买不来了，我更害怕被别人笑话。笑话倒是不至于，祖传下来的东西就是让后人急用钱的时候变现的。对于这个状态好的银元而言啊，确实是卖一块少一块。有时候有钱了，你再想买一模一样的，就再也没有了。所以你得考虑清楚。还是卖了吧。有身边的酒朋友彻底断交，他们太让我伤心了。断交倒是不至于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只不过通过这件事之后啊，无用的社交就不用过多的参与就行了。毕竟人无完人，说不定恁那朋友里边啊，还真没有2万块钱的存款。不多说了，给你吧。好。这个好多专家跟网上说，一个都管卖2、3万。咱那鱼头头管卖几百万。没想到我老了，我发财这是你看。大爷，我没听错吧？就你这银元一个能卖几万？你别逗我了，这可都是常见的银元啊。
而且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营养做样。说实话，它这个年份发行可长了，基本上都是按年份来抽起一套了。既然网上的专家都给你估过价了，那你今天来到我这儿有啥目的啊？网上专家说了，叫我带着营养上北京找他们去。你这路途太远了，那是了。再个来说，我嫌麻烦上拍卖会。我麻烦你现在，你看我快速见到钱是最好嘞。你看值多少钱嘛？首先，像你这些裸币啊，上不了拍卖会。这都说外地的和尚会念经，你这来找我啊，很明显对咨询过的专家不信任。你没上当是好事，这些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但是比较常见。你就是把世界跑一圈，他们的价格也错不了多少钱。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有很多那个想发大财的，你就是随便拿个假的东西，你相信某些专家的话，说实话，那被骗的人也不少。你别乱了，我这银元是100%的不假。这是俺村二等家的银元。他人是有点傻，老实，败掉了，一辈子也没有结婚。他这银元呢，15块银元，是我1500块钱捡漏给他买过来的。我也是想多卖点钱罢了。大爷，你说句实话，你这15块银元1500块钱买的真不贵，这一块才花到了100，20年前差不多回收也都是这个价格。你也知道银子本身它都很便宜，你想卖几万几百万一块确实也有，但却不是你这个币种啊。像你这大多数的营养和做样，他们最早发行了一批银元，说实话也算是来到我国的贸易银元。营养是来自墨西哥，而做样来自法国。从它的发行年份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这上面都有年份。当年清政府为了抗衡营养做样才发行了北洋龙，你对银元也不了解，现在北洋龙一块得好几千块钱。你这个营养做样他们的含银量说实话比较高，能达到92%，咱国家发行的银元才80多。在当时说实话，在晚清那个时候还很受欢迎，当时是银本位嘛，含银量高的看上去银色正，因为银元啊是流通货币，当时在手里边你看相互摩擦，含银量高就容易变形。你看这币面上有很多品相说实话都不好了，尤其是营养，你看满身这都是戳字，加上国内玩家比较局限，目前价格在所有银元里边是最便宜的，一块也就400块钱。你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专家说一个顶几万，你却说一个顶几百，那你们这个价格错的也太离谱了，你专家还说一套能卖几百万嘞，你想一想，一个几百的东西给你按年份凑齐的话，硬生生后边给你加上一个万，这才叫离谱。而你这里边啊，我看了还有3个这个我们常见的国内发行的贵一点的，你仔细看这3块，这都是也是常见的银元。这个占样你看是英国发行的，它就因为币面上刻着这2个中文目前和元大头的价位相当。还有个是个小头，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6星，他们啊说实话这都不带版，因为他们的发行量存世量比较大，因为币面你看也是无伤无戳，按通货价钱来算的话啊，这3块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。照你这样说，那我去北京，我给我卖几百10万，在你这却卖不到一个月的价格，那你可不能忽悠啊，这事儿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这银元比较常见，价格非常透明。再说你对银元好像啥都不懂，你这个运气好，你掏1500块钱买了15块银元，差不多有6倍的收益了，这本身也算是捡了一个小漏。如果你非得想卖80万的话，我看啊比登天都难。你是看我不懂爷们儿，没有，想低价给我回收了，告诉你我聪明的很，我才不上你这大当嘞。但你别误会，你不开口卖的话，我给你再多的钱，咱俩也贸易不了。你这确实很聪明，我这该说的啥都说完了。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？你拿着东西啊，多去实体店问问。我在这里吧，也祝你大卖特卖吧。先谢谢你了，我再上其他地儿去看看。